它就印在日本的10 yen coin 上。1万yen上面有一只鳳凰，就在这屋頂。我等过最久的店了，5個小時。宇治這裡發生的愛情故事。這裡的抹茶粉也是每天限量的，全日本最古老的茶屋。哦，歡迎回來我們的頻道，我是 Kelvin， 我是 Min。這期視頻我們來到了烏季，正好是花季。我們今天早上是從Amano Hashidate坐了大約3個小時的車，才來到烏季 Station， 又走了30分鐘才來到我們的酒店龜石樓。現在去 check in， 再出去玩。有人很尿急 ，Let's go。這裡有船遊哦，20分鐘，一個人是1100yen。但是我看到他們有午餐的，你也可以訂有吃東西，它也有5開耶，7月到9月。哎，烏秀這一個體驗叫烏開。對，我現在會了，我不會講烏手了。這個捕魚法在日文裡面就叫做烏開，鸕鶿就叫做烏手，就是那個不是烏手，烏手是偏話，是烏手。去吃飯啊！我們現在的號碼是229號，要等130多桌。隨意找了一家店吃東西，太餓了。burrito de burrito， 法國餐吧 ，quiche poisson set。宽酥很香的洋蔥跟玉米味，坐在外面吃，有一碗热汤是很舒服的。麵包好吃，他們這家烤的麵包好香，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加麵包。我原本 imagine 的烏季是 everything 抹茶，是，但是結果我直接先吃一個法國餐，主要是稍微出名的店哦，都排隊。這一間是隱秘在一條小巷裡，這棟建築裡面的後面，所以要找它是真的有點難，真的有點隱秘。沒有看到他的臉，剛才哇 ，hungry， 我一肚子餓我就變 monster。哦 ，OK 的是，好大份。這個叫薩瓦拉，看那個流汁，哇，哦，這裡還有一個很特別的香味哦。說話我們在這裡吃到的魚都很新鮮哦，我都不用用刀叉哦，所以我一直在吃。吃吧，吃吧。你看你吃我的，哇，很香哎。哦，我知道這家店吃什麼的了，燒烤，它是烤4種不同的肉啊，價錢並不便宜啊，但是給你的肉的分量是很多8個人民幣。我們吃飯了，吃完了，應該過了45分鐘吧。我們想吃的 Nakamura Tokichi， 現在還有99組客人才到我們。我們先去逛街吧。好漂亮哦！為什麼不是你拍我的？很少女。宇治橋，它是日本最古老的橋之一，已經有1300年的歷史了，摧毀過很多次，也重建過很多次，風景很美。火車軌道。剛剛因為要上廁所，來到烏季的Keihan Line Station， 發現這一棟建築裡面超漂亮的，有一點安藤忠雄的影子。查了一下，但原來不是他的，建築師叫做 Hiroyuki Wakabayashi， 很喜歡的。中島這裡是可以看到鸕鶿的，這裡是野生的鸕鶿，這裡是人工孵化的。我們剛剛走在河畔就有看到2隻鸕鶿，哇，野生的，它就游下去找魚，再上來找魚，再上來。7月到9月可以坐船遊出去看鸕鶿捕魚，就很像我們上次在OZU看的那樣。遇到他們的餵食時間，現在野生的也是會跑來這裡找吃的，還餵他們吃魚，很好看哦。時間正好。上面還有一只很大只的白鷺。Nakamura Toichi， 它是一間從1854年就營業到現在的老店。我們早上是12點20分拿 number 的，現在4點05分，3個小時半。我等過最久的店了，最久。還好它的 system 是你手機 scan 那個 barcode 就可以了。我們現在在這一間是它的本店，有一些特別的dessert，又叫了一個 Maruto Parfait， 第一層是抹茶，很香的 whipped cream， 下面是 matcha ice cream、matcha chiffon cake， 再吃下去是 lemon jam、tea jelly、紅豆湯圓、matcha soft serve， 還有 berry 酸甜苦鹹都很豐富，是很好吃。他叫我叫
啊，它很香哦。味菲的这个組合就是很好吃。推，它讓我對抹茶有改觀。我以前不太喜歡吃抹茶甜品的，但是我今天吃的 parfait 是我真的很喜歡。我發現從這間披薩店走進去別有洞天誒，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店。好酷哦！我們約到了7點，我們來吃披薩。耶，很 random 誒，我們在5G。對。下午吃法國餐，現在吃意大利餐，晚上吃意大利餐。5G Station 這裡一出來就有一棵盛開的櫻花樹，好美耶！今天陽光好美，好美哦。在地上撿了一大把的 sakura， 好漂亮哦。這個就是《源氏物語》裡面人物的雕像，1000多年前的小說。這裡有一間它的博物館，我們打算明天去看看，因為它的故事 setting 就是在5G。結果我們沿着河走完，發現最美的櫻花就在我們的住宿這裡。好茂盛。今天的夕陽超美的，這個時間 perfect。我們又走回來大街這裡了，來吃這間 pizzeria， 下午很 French， 現在真的很漂亮。是。叫了一個 margarita， 一個 fried pizza。皮很好吃，很 Q 彈。我喜歡它的 tomato 有點酸，就有台味。有披薩多的 feel。我也是立刻想到披薩多。它都很 light， 我知道了。它好吃，但是它是一個我 expect 的味道。我很好奇這個。快說。好。打個 curry pop。5星好。特別香。這會重口味一點，現在也很多，所以2個人來的時候可以點一個來試試。1個人吃就會覺得膩一點，花不很膩。我們應該是明天早上見。明天早上見，拜拜。Day 12。大晴天。Let's go see more sakura。我們今天要去表抖音。Yes。雨之河不能游泳哦。這裡沿岸有很多不同品種的櫻花，我們現在看到了3種，一種就是最普通淡粉紅色的。這一顆叫大島櫻，它是白色配黃色的，很漂亮哎。這一顆名字很特別，香霧彼岸，更粉紅色的，更小朵，更茂密。感覺他們開的時間不太一樣。我真的很喜歡早上在河畔散步，很舒服哎，人也沒有那麼多。今天的天氣真的也很好。這個可以接進去的，不可以。Let's go。OK，Let's go。很漂亮的橋哎，連接去宇治公園。平等院這裡有一個很漂亮的步道哎，好美的。現在才知道賞櫻的魅力哈。對呀，原來春天是會讓人很開心。哎，我們要去表抖音，快點。我們現在在日本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表抖音平等院，要是1個人700円。多重要呢？它就印在日本的10円 coin 上。建的時候，它其實不是寺廟，是一個有錢人的 villa， 是他的兒子改成寺院的，就建了這一座鳳凰堂。日本的舊朝2024年之前的1萬円上面有一隻鳳凰，就在這屋頂上，看到嗎？閃閃發亮的。哇，也太會選位置了吧，美到！你是演員吧？排隊買好進去鳳凰堂裡面的票了，1張300円，它是有時間的，大約15分鐘，裡面不能拍照，不能錄影，會有一個人在裡面講解。但是他講的是日文，我們完全是不會聽的。他就給了我們一份這樣子的介紹，主要是看一個木雕的佛頭像。這個木匠還是很厲害的，他有一個拼畫法叫做積木造，就是用幾個木頭雕刻了拼起來，但是你又看不出它的拼接在哪裡的。這個是全日本唯一一尊可以看到這個拼畫法的雕刻，還可以看52尊的雲中供養佛陀像，還有門上的壁畫。之後我們就去了博物館。表抖音 Museum。Let's go。博物館裡面放的就是真跡，屋頂那2隻鳳凰，在裡面你可以近距離的看到。現在11點，去下一站。Yeah，let's go。這棵櫻花很特別，是春天跟秋天在一起。
いただきます，來吃matcha烏冬，冷的麵配熱的湯，好喝。金鴨，粉紅色。就是那個河邊那個鴨子。跟你吃一個是好吃的，今天是好吃，但是抹茶沒關係。不過不吃吧，就這樣，我們吃完就去。我要吃抹茶的水。所以我們回來買Nakamura茶，發現它最好喝。原來這裡抹茶粉很難買，都斷貨的。哇，好吃，好吃。又買matcha ice cream 了，真辣一點哦，不一樣感覺，層次感非常豐富。剛才我們吃那個是甜，就是甜，哎，忽然間來一個苦味。我們現在吃這一間通源之苑，它是全日本最古老的茶屋。它已經860多年了，而且它是連續經營的，現在已經是24代了。因為它就在宇治橋旁邊，以前這是一條很重要的橋，從 Osaka 要 cross 去Nara的話，你會經過這裡，所以他們相信德川家康啊、豐臣秀吉啊都來過這間茶屋喝茶。他叫我 eat as soon as you can， 已經黏着了。哎呀，不一樣的抹茶味哦，這是苦的，好吃。烏雞這裡有2個 World UNESCO Site， 一個是早上我們去的 Byodo-in，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宇治上神社，日本最古老的神社。好大棵的神樹，相比起 Byodo-in， 這裡安靜很多。Byodo-in是很雄偉、很壯觀、很美，宇治上神社是比較小，但是我覺得一個建築存在的價值，並不在於它有多雄偉，是它存在的歷史有多少。下面就是桐原水，宇治7名水之一，也是現在留下來的唯一一個。看到還有在流哦。對呀。我們現在到了這個就是《源氏物語》的 museum，《源氏物語》裡面有54貼故事，最後的10貼講的就是在宇治這裡發生的愛情故事，所以日本人覺得宇治就是一個很 romantic 的地方。對。我覺得這個 museum 必須要看過《源氏物語》才會值得一點，可能有一點點像我們的《紅樓夢》吧，就是用愛情故事，但是帶出一個年代的背景。你可能看更多的是那個年代的生活，平安時期貴族們穿的衣服。我們沒有看的話，來這個博物館是有點 blur，但是看了過後，我想回去看《源氏物語》，蠻愛情故事的，蠻情慾故事的。也是因為這個想看吧？走吧。哦，他吃到魚，他吃到魚，他吃到魚。我們住了2天，直到昨晚我們才發現堆石樓原來是有130年的歷史。是我們住過最古老的旅館了。在動漫迷的世界裡面，它是蠻有名，因為它在這個動漫裡面叫做 Plan， 是有以這個地方來畫的，所以我上網也看了一下，就是哇，真的是很像的，所以是很多漫畫迷來這裡朝聖。歡迎來到我們在卡梅西羅的房間，和休息間有冰箱、電視、熱水壺。這個空間就是我們睡覺的榻榻米房間，我們就自己鋪了2個床。搞定。房間的外面是看着一棵很老的大樹，跟這個酒店一樣老。我們的房間裡面沒有廁所，但是這間旅館是有onsen，在樓下男女澡堂都是一樣的瓷磚壁畫，畫着烏雞的風景，很漂亮。男生澡堂還有的看風景，就是我看出去是櫻花樹。我們之前還在討論說住這間旅館很不方便，住3樓女生是要下去2樓上廁所的。現在知道它有那麼多年的歷史過後，忽然間覺得哇，好厲害哦！好像更 appreciate 這個地方。還好我們是現在知道，不是回到家才知道。對呀，好了，那我們估計結束咯。所以我們這一期的視頻就到這裡啦。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留言、點讚。下次再見，拜拜。